好，那么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非常经典的童年游戏啊，这个游戏呢是咱们的 SFC 平台上啊。那很多人说什么叫 SFC 啊？那 SFC 啊就是超任啊。那这里面呢，我小的时候记得玩过这个游戏，那我是在街机上玩的。很多人说，那你这不扯呢吗？那不街机游戏吗？他当时啊，咱们这个超任和街机啊是有的游戏厅，咱们这个因为我们的小地方啊，有人移植过来，也就是说移植成了所谓的这个街机版啊，这个也不谈不上移植，其实它有这种功能，就类似于像咱们想当年的这个3人版的那个不是怒之血，3人版的那个电竞啊，也俗称为电竞嘛那个游戏呢就是比较经典。那这里面跟大家伙说啊，这个音速超人2啊，我是不知道1，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我把声音调大一点啊，我是不知道这个1是什么啊，但是我就知道2。然后呢，后面的2个角色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只是知道咱们这个小妹子啊，这个妹子呢是整个游戏当中最厉害的角色啊。咱们这次是速通，操作者呢是雨落111啊，速通的时间呢是20分钟多一奶奶啊。正常来讲呢，这个他也咱们这位高手呢也是打出了这个禁血和禁必杀技的这个通关啊。当然呢，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就速通吧。这个游戏呢作为冷门游戏啊，小的时候我相信有人玩过啊，只不过。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玩过不代表这个对吧？不代表这个大家伙都玩过吧？啊，我是看见过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其实啊，并不像大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其实都一样啊，所有的游戏都是，只要你看大神玩，你都会觉得很简单啊。什么名将啊，什么这个快打旋风啊，当你玩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不信大伙可以试一下啊。当然呢，有游戏天赋啊，这个我就不多说。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这个运行速度啊，还是。略微啊有一些慢啊，有一些慢。OK， 可以看到啊，这关这个 BOSS， 咱们打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连续的单顶，这里面它是运用了这个闯关游戏的一些常规的技巧啊，比如说你看打过来，然后呢再前行踢跳 A。这种情况下，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游戏啊，当时很多人就知道啊，这个有摆拳的玩法，比如说123摆拳123摆拳，或者说是单打1点左摆右摆，或者说是打着打着就把这个回身再打等等。就总体来讲呢，闯关游戏并不像大伙想象中的这个那么难啊，最开始，所以设置起来呢会有一些漏洞，有一些大神呢会抓住这些漏洞啊，比如说像名将啊，甚至像恐龙快打，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一定的摆拳效果啊。之所以为了取消你的摆拳效果，很多游戏也是做出了挣扎，比如说像这个《三国战记》，对吧？包括《三国战记2》啊都有啊，这个有很多4招1式啊，以及强行破招啊 ，BOSS 会强行反击等等的这种设定啊。那这里面呢，咱们会有一定的小 bug 啊、小技巧来打。不过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啊，这个并不是踏实操作啊，也不是那么完美啊。当然这个游戏呢，所以说可以看到啊，这个游戏并不像大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个玩起来呢，有的时候这个小兵啊，他会以这个非常快速啊，或者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智商来打你啊，就会很难受。当然你玩时间长了就会好一些啊。而且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女的呢，这个角色总感觉跟有点类似于像其他游戏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操作起来的效果是不是像这个电竞里面那个1式的感觉啊？有点像，就是长个尾巴拿个流星锤那种感觉啊。这个包括画风都有点像啊，哈个腰。但这里面呢就是一个美少女啊，这个腿功非常好。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啊，所有的闯关游戏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当然咱们这个20分钟啊，并不是那么快，所以说咱们看看流程就完事儿。速通呢，就主要就是看流程啊，或者利用一些技巧，有的时候甚至会越关。但是这种街机游戏啊，这个也并不是像有那么多的这个 bug， 那咱们就看就好了啊。好，你看可以看到有这种快速投，抓住了之后呢，空中转体720度的感觉，落地挥身一个砸啊，直接还可以这个砸爆的感觉啊，这个设计就比较离谱了。好，上方有一个捆绑 play， 这个捆绑 play 这个明显是一个士兵啊。好，这个可以看到这是这个前桥腿，123倒钩腿，123前桥腿啊，这个看起来这个比较有趣啊，感觉倒钩腿的速度比较快。
看，就是这个叫前压腿。我们以前玩这个跳舞啊，这个一般都是往前一个前压。这里面呢，这个技巧啊，并没有什么特别多啊。我们感觉就是基本上玩起来就比较随意啊。有的时候呢，难点呢就在于这个怎么掌控这个小兵的攻击节奏啊，以及这个他这个移动速度。最好呢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不能被包围啊。相信有很多小伙伴玩那个变身忍者啊，有的时候也是啊。变身忍者呢，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啊。它是也不能说不可以被包围。理论上来讲呢，这个怪是真的是一个一个给你单挑啊，特别有意思。好，可以看到有剧情，然后会有这个日文啊。这个第2关这是洛克人吗？这洛克人里面的 BOSS 啊，这是火焰人啊，也不能叫这么说，这是巨炮人，后背上背肩膀应该说肩膀上背2个巨炮啊。这个怪物死都是好，第2关可以看到啊，这个游戏剧情作为闯关游戏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毕竟啊，这个如果说当时让我投币玩这个游戏的话呢，我就冲着这个美少女和这个游戏的这个打击的这个效果啊，粉色系的啊，这个老色批非常喜欢这种游戏啊，对吧？啊，这个可以看到，哎，一顿小腿功，而且会有一些地滚啊，这个也可以。总体来讲呢，这个作为一个闯关游戏啊，它的这个元素非常的丰富。好，这都是属于一下就能打死的怪。这里面这个对面都是属于铠甲人啊，都是铠甲人。你看，身上都是穿铠甲。当然，这游戏为什么叫音速超人啊？我就有点蒙圈。好，倒口水。其实有的时候闯关游戏啊，这个不知道剧情的时候呢，还是很难受。这个想当年玩这个恐龙快打啊，还是比较好，大家伙儿对恐龙啊都是非常有兴趣的，对吧？而且呢，这个恐龙啊，你特别有意思的是，你一去打这个恐龙还会暴走啊，如果不暴走，它也不打你。啊，再有一点呢，还有这个枪啊、武器，以及呢，尤其是小的时候，咱们经常被这个 BOSS 啊或者被小兵打死了之后会读秒，尤其是单人的时候一读秒啊，就是这个坏人啊，就是非常挑衅的眼神啊，拿个枪指着你啊，也就是说就刺激你啊，你不投币啊，你就老丢人了，就感觉就是，对吧？小的时候咱们都是惩恶扬善嘛，对吧？啊，你不投币就废了。好，这个呢有点类似于像精英怪，这个血量偏多一呆呆啊。明显是雨果的这个感觉啊，像快打旋风的这种雨果的感觉。有的这个小兵的移动速度非常快啊，不要小看。好，可以看到，哇，这招凤凰烈阳脚，跳起来咣一个飞踢啊，这个确实比较帅。好，这是跳跃攻击。这空中啊，这个怪啊，这个怪呢应该是比较难缠，所以说他选择了用一个非常稳妥的玩法。好，这个机器人怎么突然跪地了？失去了控制啊，直接跪地。然后过场的时候呢，都是这给人一种这个慢速的电视扫描的这种感觉。好，有个钓鱼佬，这个肯定是有触发的啊。如果你去打他的话，他应该会掉下去吧？要类似于像这个怒之铁拳的这种感觉啊，打他会掉啊。好，你可以看到跳过来，咣给一拳，你看这速度非常快，落地又一拳。看起来好像咱们大神躲非常好躲啊，但是咱们玩家打的时候就不会用这个技巧。先骗他出招，然后再打。这为什么每次一打死都是这什么啊？这声音很调皮。好，等他变一脚。感觉作为困难难度啊，咱们玩的是困难难度啊。这个最开始调成困难难度了啊，只是我没有给大伙放那个画面。这个就感觉好像这个小兵如果血量再多一点的话，这个游戏应该会变得很难，是不是啊？但是这个血量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对于高手来说呢，游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可以看到这个类似于雨果的这个怪呢，应该说打4套啊才会死。好，骗一下，等他落地，他落地就是秒给你一拳啊，你必须要躲，不能跟他硬碰硬啊。这个大家伙都能理解啊，绝对是不能跟他硬碰硬的啊。很多人说我跳起来跟他干一下，那不行，他这个设定判定啊就没有你，对吧？没有人家那个小兵高。好，这里勾引怪，感觉就这招最实惠啊，啪啪啪啪挑，直接飞走，一个必杀，哇，这个我靠，太帅了，直接飞走。咱们这个会飞的啊，因为第2关的时候，咱们从这个以飞行的姿态呢，直接飞到了飞机上，也可以说是滑行，反正怎么都行。你看，又是逐帧扫描，
OK， 看看，这是个怪物，这怎么植物人啊？这头上这浑身绿，头上更绿。好，发怒了。这刚开始这个有点像植物人，让我想起了这个一款街机游戏啊。啊，街机游戏那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最后一关是一个国王，打败他之后呢，如果你有1000块钱，这个可以选择这个什么，可以选择打一个隐藏关卡，有点像阿拉登神钉啊。哎，又打成木乃伊了，跑了，打成木乃伊跑了，变成原始森林。有的时候，你像，即便我看了这么多游戏啊，有的时候游戏的这个名字我也会忘啊。但是有时候突然就想起来了啊，对这个事儿吧，就比较嘚儿。然后呢，那里面有一个反派，一上来就是一个脑袋比较大啊，老是骑个飞船跟咱们作对，然后咱们还得救他啊。这个突然之间就想不起来了啊，这个要不说这个脑袋都白费了，真事儿的啊。好，来看看。我操，大哥，你看看这个大猩猩啊，还是猴子呀？这应该是黑猩猩啊！这黑猩猩都有腹肌、胸肌那么大，我真是醉了，太丢人了啊！看咱们这个，你像我要想练啊，虽然说我也能练出来，但是我感觉啊，这个太丢人了。你看这猴子都是腹肌，真服了啊！我这没有腹肌，这关有点原始的感觉。而且刚才那个被打成这个木乃伊了啊，然后这个逃走了之后，咱们看看后续，这关的 BOSS 是什么啊？好 ，OK， 哎，这里面有个蛋，直接打破。这个蛋啊，有点像这个《三国战记》那个7星转生。啊，有一个地图啊，咱们需要去这个打破这个蛋啊，那种感觉，那个也不叫蛋吧，那是一种植物啊。这边这个是个蛋，蛋里面有一个怪物，应该算是一个小 boss。然后又是这个过图啊，这里过图你看卡的时间非常长，然后一条啊。OK， 先跑，直接一个超杀，这明显是凤凰之力嘛，这不就是啊？中间的那个是稍微精英一点的怪啊，一个必杀打不死。飞毛腿，啪啪啪啪踢，我操，这个击打的效果很好。好，这个怪都是跳 A 来打，哎，这次没整好，不过紧接着第2脚。好，这是纯精英怪，起身再打1点。这个怪要正常咱们玩，肯定是不好打，信我啊，肯定是不好打，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谨慎。好，一个右边腿 ，OK， 好像打3套之后啊，这个不能再打的感觉啊，不能无限啪啪啪。好，再来一腿应该能死 ，OK。这一关啊，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的精英怪，一个一个上，然后接下来呢打 BOSS 的话啊，就比较恶心了。看看 BOSS 是什么啊？来，又是这个精英怪，压起身。先一个前踢给他踢定住，3下前踢，好的，这感觉好像随便玩啊。我以为是只能打3下，他最后打了4个前踢啊，感觉好像也就那么回事。OK， 应该是到了 BOSS 处啊。这关 BOSS 是什么？我们瞅一瞅。啊，哎呦，跑到这儿了，是一个超能力的，可以漂浮在空中。直接给它变成青蛙，这地方非常像《美少女战士之水手月亮》啊。这个前一阵也刚解说完，对吧？最后呢，那个小狗变成怪物，然后现在是把怪物变成小狗。这个龙把青蛙吃了，这龙他妈这不是他妈就《鸡龟快打》里那个鳄鱼吧？这瓦龙啊。OK， 就是这关 BOSS 啊，但是那个漂浮的那个会飞的那个超人啊，这个不知道怎么说。哎，来了！哎，看来攻击速度非常快，敏捷型选手啊，还带着披风，头上戴一个这个，可能超能力是来源于头上那个小宝石啊。死的声音啊，非常的妖娆啊。OK， 哎，看他穿衣服，感觉他有骆驼齿，对吧？好，宇宙基地。反正我这个对吧？毕竟这个小日子他也是这个汉字啊，这个咱能认识一点。
想当年咱们玩这个英文游戏啊，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个只有说上了这个高中的人啊，有可能会一知半解，对吧？啊，这个能看懂一点点。然后呢，这个日本的游戏呢，其实小白玩家只要你懂汉字啊，小学生偶尔啊也能看懂，对吧？这个偶尔也能看懂啊，这个因为他写的太明显了，但是这个也就跟高中生看英语差不多，也是一知半解啊。很多人说那这个高中生怎么就现在的高中生绝对能看懂？现在小学都学英语，初中、高中还看不懂这点游戏介绍？我说啊，第一，这是现在那可能能看懂啊，以前肯定看不懂。再加上啊，以前你高中生，你就算这么说吧，你就算你高中学的英语已经很实用了，但是我想说一句实在话，都是玩游戏机的小伙伴还能会英语，我跟你说都选 C 吧，真的对吧？这个3长1短选对吧？选最短，3等1长选最长。对吧？这基本上就是都能理解啊！你这种情况下还用说吗？是不是？都已经是玩游戏机的小伙伴，学习能好的人啊，几乎都是凤毛麟角啊。虽然说我也见识过游戏机玩得好，学习也学得好的啊，这种我也见过，但是少啊。当然，现在的话啊，这个基本上都有这个什么 AI 呀，或者这个汉化游戏，所以说现在无论什么游戏啊，这个都可以有汉化的版本。而且都是正版的啊，在 Steam 平台上，或者说一些只要你是差不多的游戏啊，汉化都是很正常。远古时期的时候呢，就是民间玩家啊，咱们民间高手啊，帮忙把游戏汉化了啊。有的游戏没有汉化版，啊，帮忙汉化了也是挺那个什么的啊。那时候都白嫖游戏啊，现在呢也就都正版了啊。还有这个看电影有这个字幕组。啊，现在也都是看正版了啊！如果看不着，对吧？都是花钱买正版看啊。偶尔确实上映不了，又没有在国内平台上，比如说有些恐怖片啊，或者啊一些特定的影片啊，所以说只能说是自己找。当然很多人说什么特定的影片，是爱情、悬疑、动作片嘛啊，对吧？这不又是那个第2关的 BOSS 啊？这关呢，作为 BOSS 来讲，可以看到它的肉非常肉，但是它明显是一个。把所有的这个对吧？这个所有的 BOSS 都出场一遍，然后让咱们打，来节省咱们游戏的这个使用空间，啊，就感觉一个游戏让你玩10分钟就通关了也没啥意思，啊，做出一个 BOSS 不能对吧？也要好好的利用，给它改一个颜色，然后再出现一回。好 ，OK， 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超人啊，这哥们穿的这哥们穿的非常妖娆，然后还是个豹纹，你看没看见？然后梳着一个杰克头。OK， 然后第2回合变身，哎呦，看得出来这个 BOSS 非常凶狠，得用跳 A 去打，啊，跟他拼招没拼过，这是很难打的 BOSS 啊，还会瞬身之术，哎啊来了，定住了，就定住了就好说了啊。OK， 再来打一套，踏，最后那一下血多 ，OK， 再来。就用前搓，哎，搓到了之后啊，就会打出这个怪的硬直。OK， 第3阶段变身，会飞了，反重力了，而且会从胸口上发出一个能量之光。OK， 2、3，打3套之后可能不能重复啊，可以看出来啊。啊，起身必发出这一个东西，然后不用管它。再反踢过来，然后踢过来一脚，1、2、1、2、3，你还有再变身，那你就没敌了啊！虽然说没变身啊，但是看得出来啊，他已经嗝了。不过后续还有高手啊，都已经是倒数第2个 BOSS 了，但是都有3次变身。那你说最后一关的 BOSS 是不是变身非常长啊？对不对？好，连续2个必杀搞死了得了啊！但是这个能量不太够用，这是5个能量废一个就变成对吧？又废俩。那你说只剩下1个了怎么算呢？练不了了是不是？把这个必杀全攒到这里练啊。OK， 又是你，哈沃欧的又换了个颜色，我真是作为一个小怪，你的出场啊不，应该说作为一个小 BOSS， 你出场频率有点过分了吧？这肯定是花钱了，这不就是这画风就是洛克人的 BOSS 吗？这绝对是洛克人 BOSS 画风啊！洛克人这个 FC 有1、2、3、4、5、6、7，SFC 也有好几部 ，MD 有好几部，还有这个 PC 上或者其他平台上的啊，各种这个洛克人叉系列啊。OK，
哎，又是你，哎，又是换了个皮肤，哎，一个小右边腿，把所有的 BOSS 都打一遍啊！我都猜到啦，我都。但人形 BOSS 不会再打一遍吧？啊！最后呢是哪个？刚开始是这个倒数第2关是披风男，然后呢最后一关的倒数第2，刚才那个大 BOSS 连续变身3回的是一个这个杀马特啊，变身3次。来看看最后这个啊什么样？ OK， 哇，这个地图看起来非常的克苏鲁啊。OK， 是个大机械人，这不是《圣斗士星矢》里面那个子龙的那个头型，那个头冠吗？这庐山升龙霸强奸雅典娜，对不对 ？OK， 好，可以看出来啊，他应该不会再变身了啊。他如果再变身的话。 怎么说呢？就有点失去逼格了。你看，好，看出来，哎，一下就干死，就不可能再变身了。然后呢，还有高手，这是个这个大脑啊。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这个《死亡之屋2》The House of the Dead 那个最后一关那个大蛇啊，欧若什啊，哎，也不叫大蛇，那个不是大蛇，它叫啥来着？我忘了啊，又想不起来了，不叫大蛇啊，这个魔术师是吧？啊。 魔术师变身之后的这个水晶魔术师 ，OK， 那这样呢就通关了。来自于我们的雨落3个1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一个音速超人2代的速通啊，用了20分钟多啊，将近21分钟。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支持我了，可以选择点击屏幕上的关注、订阅、点赞、收藏、评论来支持我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